这是一块和大山一样高的奶油布丁，如果在150分钟内没有将它全部吃完，那么就会输掉比赛，代价将会被人掏空脑子，彻底沦落为一具人形傀儡。不过对于阿鲁这种顶级吃货来说，这简直小菜一碟。只见他二话不说，爬上布丁山便埋头开始猛吃，一口下去100斤的布丁就瞬间下肚。阿鲁直呼过瘾，但是食用过量的布丁会令血糖急速飙升。小松担心阿鲁吃出糖尿病，贴心的为他准备了3种可以降糖的食物，同时还在布丁表面涂满了不同口味的果酱，这样既能刺激食欲，也能防止他在中途吃腻。而阿鲁也没有辜负小松的期望，仅用了短短2分半钟的时间，整座布丁山便被一扫而空，而阿鲁的肚子也鼓得像个皮球，感觉再多看一眼就会爆炸。就这样150分轻松到手。此时阿鲁小队的比分和莱布只相差30分。紧接着可可赌神附体，翻到了一张50分的热带伏特加，这是一种高达98度的烈酒，普通人只要喝上一口就敢拳打二奶脚踢6九，但莱布还是低估了阿鲁的酒量，不出2秒半的功夫，阿鲁就将一整瓶烈酒全部炫光，之后再来上一块芝士白菜解酒，简直不要太爽了。随后可可又抽到了价值70分的橡果弹，这种橡树在成熟时会像机关枪般射出含有剧毒的补，一旦不小心被击中，那就只能坐等全村开洗了。可对于4大天王中最强的阿鲁来说，这都不算事，当场表演了一出100%空手接子弹。待烟雾散尽，所有的橡果子弹被阿鲁尽数接住，最后经过小松简单的烹饪，阿鲁一口气将它们全部吃光。至此阿鲁小队的比分来到310分，直接反超了莱布90分。可莱布却丝毫不慌，反而是盯着小松的脑袋直流口水。他很清楚，若是没有小松高超的烹饪手艺，阿鲁根本不可能吃下那么多有毒的食物。他已经迫不及待想品尝一下小松的小脑袋瓜了。接着该轮到莱布选牌，他先是抽到了价值70分的巨石鼹鼠，操起菜刀就将其大卸8块，接着丢进锅中开始红烧。2分半后莱布擦了擦嘴，70分就这样轻松到手，来不及庆祝。接下来登场的是含有剧毒的沼泽蜥蜴，这家伙外形丑陋，而且体内含有大量的剧毒，处理稍有不慎便可能成为3嫂的盘中餐，但莱布依旧是刷2刀，随后丢进锅里开始慢熬，凭借极致的烹饪手艺再次轻松拿下150分。而莱布的第3张牌竟然是蒜香帝王蟹，高端的食材往往只需要最简单的烹饪方式。莱布一口嗦下蟹肉，不负吹灰之力，200分就被他收入囊中。此时两队的比分已经相差330分，若再不做出调整，阿鲁小队就只能卷铺盖走人了。可可压力山大，但阿鲁却让他大胆的翻牌，无论是什么食材他都吃得下。经过一番思考过后，可可翻开了下一张牌，结果是一张价值180分的电力香蕉，可第2张牌却是一只龙虾蟹。根据比赛的规则，如果2张食材图案不一样的话，那么接下来的翻牌权将移交给对方。以可可的能力，绝对不可能犯这种低级错误。就在众人疑惑不解时，殊不知可可早已看透了游戏的本质。这场比赛获得高分未必能赢，只有活到最后才是制胜的关键。他想利用场上剩下的有毒食物让莱布暴毙，可事情哪有这么简单？作为从无败绩的赌场大佬，莱布早就猜透了可可的小心思，为此他早就在比赛前戴上了可以透视的隐形眼镜，所有纸牌的点数和食物他都看得一清二楚。接着莱布开始翻牌，先是长得像大脑的巨刺海胆，接着是外皮比钢铁还坚硬的岩石土豆，最后是比电力香蕉更刺激的闪电柠檬。但莱布只是随手一捏就将柠檬吞下，分数已经飙升至930分，而阿鲁小队仍停留在310分。可这还不是最绝望的，接下来可可竟又翻出了2张不一样的牌，这下阿鲁等人彻底坐不住了。可莱布却没有丝毫手下留情，他接着又翻出了40分的蜘蛛蚁、20分的泡泡鱼以及200分的黄金基围虾。将这些食材全部吃下后，莱布的总分已经高达1190分。如此悬殊的差距，让莱布自觉已经胜券在握。而接下来就该轮到可可反击了。第1张牌他翻出了30分的龟甲蟹，阿鲁摩拳擦掌，上去就是一发17连钉拳，直接打得龟蟹想要回家找妈妈。2分半后，一盘香喷喷的蟹肉被端上了餐桌，阿鲁一扫而光，却只获得了可怜的30分。如今桌面上仅剩下10张左右的牌，想要追平比分，除非奇迹发生。可可继续翻牌，竟然是剧毒土豆，这下是彻底凉了。这种土豆的毒性甚至比河豚精还强100倍，普通人只要闻一下就会当场暴毙。可可面色沉重，为了阿鲁的小命着想，他选择了10号鬼王牌樱桃炸弹。这种樱桃别说是吃了，稍微受到一点风吹草动都会产生剧烈的爆炸，威力堪比广岛小男孩。由于可可已经连续翻错2张牌，牌权来到了莱布的手中，而这一次他竟然翻出了250分的魔鬼熊猫。但为了节省体力，莱布第2张牌翻出了蓝纹奶酪。此时牌权再次回到可可的手上，而场上所有剩余牌加起来的分数也才360分。可可已无退路，他毫不犹豫地连续翻出2张魔鬼熊猫。根据规则锁定，只要吃下1张鬼王牌，就可以换取对方手里最高分的那张牌。阿鲁究竟能否打败这只实力恐怖的怪物，让我们下集揭晓。以上便是本集的全部内容，接下来再补充一些细节。这个赌局表面上是个大胃王比赛，但实则是一场
极其残酷的生存博弈。核心逻辑主要分为3层：表层拼食量，连续翻2张牌配对才能得分，否则就会交换牌权；中层拼牌运，高分牌往往附带剧毒、爆炸等致命属性，吃错直接出局，分数再高也无用。所以核心不是得分，而是活到最后。底层拼信息与规则，来不带透视眼镜早已碾压牌运，可可则看穿鬼王牌才是终极杀器，吃掉它就能强制交换对方最高分牌，让前期积累瞬间易主，这是落后方唯一的规则及外挂。此外，小松的烹饪是阿鲁的解毒装备，来不想先吃他脑子，等于废掉对手核心辅助，最终所有算计都要靠阿鲁的绝对实力去兑现。这既是一部美食番，更是一场高智商生存战。